列车横穿山脉，货轮驰骋大海，一座沉睡30年的非洲矿山，为何突然牵动全球？我的脚下踩着的呢，这些都是铁矿，而且呢是世界上呢纯度最高的其中一个铁矿。一块铁，一车铜，不再只是矿石原料，而成了全球供应链、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中国在海外投资权益矿的话，那所有权在他的手中，可以使得原来这个市场寡头垄断呢，那么可以变成是更加具有竞争性，就可以把价格压下来。智力薄弱，腐败潜伏，背后的故事比想象中更加复杂。Chinese firms sometimes prioritize speed and/or costs over safeguarding, and this could be exacerbated also by the host country challenges. 本期世界大解说带你探究一座座矿山如何撬动全球产业与地缘格局。我现在人的位置呢，就在位于海拔1500米左右的这个高山上。这一整座山它其实都是铁矿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背后几内亚的景色。然后我的脚下踩着的呢，这些都是铁矿，而且呢是世界上呢纯度最高的其中一个铁矿。这是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矿山项目——西非国家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2025年10月中旬，首批近10000吨铁矿石从这里启程，经由横贯几内亚的马西铁路运往大西洋沿岸的马瑞巴亚港。我们每一个列车是100节的话，有个45分钟就基本上可以装一列，一节就是80吨了。80吨，对，一节是80吨，所以100节的话就是8000吨。对，100节是8000吨，对。那你每天的出货量是多少？18万吨。这些矿石被装上货轮，然后驶离西非海岸，进入大西洋，绕过南非好望角，自印度洋一路向东，穿越马六甲海峡，最终进入太平洋南海水域。这条跨越3大洋的航线，全程约11000海里，航行时间45天，终点是中国的上海港。2025年11月11日，马瑞巴亚港人声鼎沸。中国副总理刘国中代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西芒杜铁矿项目投产仪式，几内亚、加蓬、卢旺达等西非国家首脑也悉数现身，凸显对这个矿业巨无霸项目的重视。长久以来，铁矿石国际贸易高度集中，全球近80%的出口量掌握在澳大利亚背景的力拓、必和必拓、福德士河以及巴西淡水河谷等少数巨头手中。而另一端，全球75%的铁矿石进口则由中国贡献。建筑、汽车、工程机械等行业都需要钢铁。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约为80%。2024年进口12.37亿吨，是仅次于晶片和原油的第3大进口商品。因此，中国越来越不仅仅满足于买矿，而是必须拥有矿。他们是有一个垄断价格。那你中国要是买这些资源的话，你要付出很高的这样一个价格，成本很高。不仅是成本，问题是人家卖不卖你，以什么节奏卖不卖你，都取决于人家的喜好。因此中国是受制于他们。那么中国在海外投资权益矿的话，那所有权在他的手中，因此就可以摆脱刚才这样一个窘境。另外呢，它可以使得原来这个市场的，比如说是双寡头垄断呐，少数寡头垄断呢，那么可以变成是更加具有竞争性，就可以把价格压下来。西芒杜矿区总面积700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整个新加坡，已探明资源量44亿吨，是全球尚未开发的储量最大、品质最优的露天赤铁矿。这里的铁矿石被誉为鱼子酱。铁品位，也就是矿石中铁金属含量的百分比，超过65.8%，全球仅有巴西淡水河谷的卡拉加斯矿区可以对标。西芒杜的矿石还被称为绿色铁矿，在相同炼钢条件下，碳排放仅为全球平均水平大约60%，使得这里直接嵌入全球钢铁行业的低碳转型路径。
参与西芒度的投资者背景雄厚，包括全球最大钢企中国宝武集团、全球前2大电解铝企业中铝与魏桥，以及全球最大的铝土矿海运商新加坡伟力国际集团。2019年，以伟力为首的银联盟中标西芒度北矿区，并在短短6年里推进建设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能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第一是我认为是我们这种项目科学规划，第二还是我的项目团队里面全是中国的这些专业化的技术团队，中国有用不完的这些施工力量、施工团队啊。第3点就是我利用新加坡这个管理平台还是有它的这种高效，包括这资金支出啊、整合资源方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这个项目成功也是属于新加坡跟中国市场跟这个工业化还有这种制造能力、建设能力的这个有机结合。西芒度的总投资规模超过232亿美元，其中超过70%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种矿山加铁路加港口的一体化开发模式，在非洲极为罕见。A railroad 650 kilometers long, which is about the distance from Singapore to Penang, is across the entire spine of the country, which means that after a few years, there'll be other industries sprouting up along the route. And longer term, the economic spin-offs for the country are huge, quite apart from the iron ore itself. 中国采取了一个新的运营模式。你比如说风险，如果单看一个项目，比如说这个挖矿这个项目，涉及到环保，涉及到当地民众的这个不满，还有等等。但是如果是把这样一个项目跟整个的项目融合在一起，从全链条的角度来看这个风险的化解，我觉得这个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是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看整个的项目的利润，以及风险的化解，以及各个链条的相互的补充。征税完之后，他就直接到这个筛混车间。从股权结构看，中国企业在西芒度项目中合计持有约75%的权益，几内亚政府则获得无需出资、不可稀释的15%干股，每年可直接获得约1800万吨铁矿石份额。这种设计使中国既锁定长期资源，又为东道国提供了财政与发展空间。几内亚这个国家长期处于一种贫困的状态，它的国家的发展，比如摆脱贫困，比如说使它的国家的交通设施发达，比如说它的制造业、工业的发达，这些以前都是无可想象的。但是通过这个项目，可以给几内亚的政府和民间带来很大的收入的提升的一带一路，怎么能够像这个项目一样，能够紧紧地围绕着如何满足当地的需求，使得当地走向工业化，走向现代化，为当地创造就业，解决老百姓的这个贫困问题。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呢，有利于克服它国际地缘政治方面的这样一个受到的打压。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矿业的存在感日渐增强。2024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960亿美元，占非洲对外贸易的22%，其中矿业占比就超过20%。过去20年，中国在海外金属与矿业领域的投资已接近600亿美元，遍布6大洲，近200个采矿项目。在全球近3%的钴的来源地刚果金，中国企业控制了72%的钴矿和铜矿。在全球1半镍产量的贡献地印度尼西亚，中国资本主导了矿区、冶炼厂与工业园。而在拉丁美洲的智利和秘鲁，中国入股、参股、长期采购，深度进入锂与铜矿业的上游。Because China is the world's biggest manufacturer, it has a great demand for raw material, not all of which is available in China, and some of which not available as cheaply. So China is everywhere, Indonesia, in Central Asia,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一个是高科技，那么高科技就需要一些像
像稀土啊，比如说蒙古啊，蒙古国、东盟啊、非洲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正在进行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能源转型。那这些就需要像一些镍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一些资源啊。那这些资源呢，在一些南美洲，在一些非洲啊，它甚至东南亚都有这样一些丰富的资源。快速扩张的同时，问题和质疑也接踵而至。就在西芒度风光投产前几天，在中国掌握着70%铜产量的中非国家刚果金，东方国际矿业尾矿坝坍塌，洪水淹没了鲁本巴西社区。事故凸显中国企业在非洲矿业面临的环境与治理挑战。当地的监管薄弱、腐败和地方政治问题也使企业缺乏有效监督，增加工业事故与生态风险。雪上加霜的是，本就贫困的当地民众长期承担环境与健康成本，而收益则流向了政治和商业精英。I would argue that it's symptoms of deeper issues because we have seen multiple incidents, whether that's tailing breaches or acid spills, arguably occurring due to weak governance, whether that's corruption in part with local or national authorities, whether that's in part impacted by local conflicts, and also insufficient oversight. I have heard the argument that Chinese firms sometimes prioritize speed and or costs over safeguarding, and this could be exacerbated also by the host country challenges. 一带一路至今迈入第13个年头，积极海外部署之下，在关键资源人民币计价交易方面，中国的影响力在缓慢上升。去年10月，中国矿产资源集团与必和必拓达成协议，30%现货用人民币结算。澳洲破天荒的让步，折射了中国追求扩大定价与计价权的战略意图确实奏效。而相较中国的高调，美国身影在西芒度启动及南非 G20 峰会则均缺席。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在非洲贡献直接投资近34亿美元，美国则为负20亿美元，表明美国公司这一年更多在出售股权。与此同时，美非贸易也在萎缩，从2008年峰值约1420亿美元，回落至2023年约860亿美元。如今，美国在非洲总贸易中的占比已萎缩至不足5%，影响力显著下降。Continued US-China tensions, even though we have seen perhaps an improvement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at it could definitely complicate matters. So I think on the one hand, this could mean for African states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exert greater autonomy in their choices over whom they partner with to undertake such mining deals. But at the same time, I'd also imagine that there would be significant pressure from both the Washington and Beijing on the various African governments to partner with them rather than with the other.as well. 所以我们看现在全球化受到很大的逆风，美国正在退群，那么现在实际上全球南方国家更开放，那么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势头更猛，因此呢，未来的全球化，全球南方国家可能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力量，而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盈利是最大的驱动力，供应安全和地缘政治波动则是中国决策层的首要关切。而对于全球南方的东道国来说，过去10几年展开双臂欢迎中资的热情态度，却可能正在悄然发生变化。Increased pressure for highe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ndards is definitely among them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and a number of high-profile incidents in Zambia earlier this year, as well as in the DRC, just to name two prominent ones. I would also imagine that there would perhaps be more pressure for stronger transparency and also compliance, whether that's in terms of impact assessments or compensation and so on. I would also argue, definitely in the case of Africa, and I imagine in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as well, that African regulators,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will also demand more value addition, or in some cases even renegotiation of past deals. 全球资源的争夺早已超越矿产本身，关乎供应链安全、能源转型与地缘战略。曾经沉睡的矿山，成为塑造未来经济与国际秩序的关键棋子。
每一次投资，每一吨原料，都在定义着国家竞争力与产业新格局。